全体起立。经过多名医生细心的诊治，第一批共计12人已经痊愈，可以出院了。喊到名字的，迅速出列，站到前面。周卫清、尤文凯、李刚、任世强、张富贵。富贵，帮我给老婆带句话，就说我过2天就能回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得好好养病啊！第6个，何冰冰、洪良顺、跟我走。愣着干什么？走。日本人对咱可真不赖，竟然主动给我们治病，不花钱还不说，竟然开车送我们回家。就是，要是放在前几年，那姓蒋的都不一定管咱们呢。你俩少说2句吧，啊！别忘了咱们都是中国人。今天啊，咱们不准谈政治啊，高高兴兴回家，什么都别想，什么都别讲啊！这一可把我憋坏了，正好透透气。想媳妇儿了吧？请进。情况怎么样了？药品管理处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。医院药品的进出记录，除了管理人员和院级领导，其他人无权查阅。这个药品的记录放在科长办公室的抽屉里，坐办公室的只有科长一个人。所以说，这个药管科科长金不换，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呀？带咱们回家吗？就是啊，怎么在这儿啊？下车！下车！哎，长官，不是说送我们回家吗？这怎么回事？对啊，各位不要惊慌，这里是存荣医院的仓库，在各位回家之前，还需要对各位进行一次彻底的身体检查，以确保病菌被彻底消灭。大家跟我走吧，下车。走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快那边。进来。哎呦，林小姐，呀，这什么风儿把林大小姐吹到我这儿来了啊？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说。您坐啊，金科长。啊，好。哎，您知道的，医院呢新来了一批护士。按理说，新人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上岗。护士长呢说让我给他们讲解一下药品常识，这个没问题啊。可关键是，这药品啊拆了包装以后，别说他们了，就连我自己呀，
也分辨不清哪个是阿司匹林，哪个是阿莫西林啊！哎呀，真是愁人啊！这不，来向您这个药管科科长取经来了吗？怕丢脸是不是？我当你苦这个脸干什么来了？没关系，有什么事儿尽管问。金某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就在这儿啊？哪能委屈林小姐啊？这样，我请林小姐去富士山宾馆的咖啡厅去聊。能请到林小姐一起喝咖啡，那可是我金某3生修来的福气哟。哎呀，那好吧。哎，不过我得说清楚啊，我这么做啊，可完全是为了工作任务。好，能和林小姐一起喝咖啡，就够我偷着乐1个星期的了。看你说的，行吧，那咱们走吧。走走。走吧，金科长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哟，你怎么这么小心啊？难不成这屋里还藏着金条银条吗？哎，藤村院长吩咐的事，不敢不照办呢。好，走。走吧。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怎么了？你看，你刚才还让我小心呢。哎呀，这就崴着脚了。小心点，这儿路滑。你也慢点啊。好，慢点。扶着我。好。这楼梯也真是的。好。老金，老金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下午来找你下象棋。这不是又上樱桃阁潇洒去了？闻到一股血腥味儿啊！哎呀，这医院是开刀救人的地方，没有血腥味儿，还有烤红薯味儿啊！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你看这哪像个医院，它就是监狱。好了，各位，别自己吓唬自己了。这里是特殊病房，大家先进去休息会儿。这边。干嘛把我们锁起来啊？这是为了防止你们出去交叉感染，这样别的病人也进不来。
哎，长官，长官！都10点05分了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别急，再等等。哎，来了，准备跟上，但是要保持距离，千万不能暴露。好，明白。哎，等。怎么又来了一辆？到底哪辆才是啊？怎么办？你跟上第1辆，我去跟上第2辆。没有车怎么跟啊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你只要负责跟上第1辆就行。这我的地上，这我的地上！哎，我一会儿回来还给你。给我一束花。好的，先生。给你钱。跟踪我一路了吧？从哪儿开始的？是从医院门口，还是买花的地方？我太太请你调查我和我的生意，给你多少钱？我双倍给你。不过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就当没有看见过。这个是您太太和我老板谈的，我不知道。败家的娘们！怎么样，够了吧？其实他花在你们身上的钱，比老子花在樱桃阁的钱多多了。兄弟，哎，谢谢你啊！啊，没事没事，还我就好。
你那边怎么样啊？我这白跟了一趟。找着了，镇民们就被关在西郊一个废弃仓库里边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救他们啊？你看啊，镇民们现在就被关在这个仓库里边，在那儿驻守的部队，大概就是日本的一个小队，也就12个人左右。12个人，我们应付得过来？不能硬碰硬。我明白了，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。事不宜迟，马上行动。你们2个去把粮仓点燃，准备完毕，快去吧。这小鬼子怎么不出来救火呀？走吧，直接进去看。没能够及时救下百姓，让金深水十分自责。他决定不惜以身犯险，再探魔窟，寻找救人的机会。仔细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快点！进来，协助他们处置。嘿，进去。你们要认真的处置，确保病毒不能外泄。一旦外泄，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他被感染了，站住！你们俩保证病毒不能外泄，比你们的生命更重要。继续处置，快点！院长，参与病毒处置的一共有2名医生确认感染，现在都被关在实验室里。不得不说，病毒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强了。自己制造出来的魔鬼，我们当然清楚它的威力。那2名医生怎么处理？送进焚尸炉吧。帝国会记住他们的贡献的。
不能因为他们个人而毁了我们整个的军队。记得麻醉，让他们少一些痛苦。是。这怎么回事？走。最新的培养基原液堪比强硫酸，具有强腐蚀性，是你们身上的防护服所无法抵挡的。如果你们想活着回国的话，那就得万分小心。是。听招！传空军。人呢？看炉子里正在焚烧，是不是暂时离开了？你说什么？操作规程规定，操作员必须全程跟随焚烧，暂时离开那也是占领岗位。田中和川口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是安排他们到停尸间处理尸体吗？是的，可我刚刚带人去过，那里除了尸体，只有衣物碎片。其他的地方都找过了吗？找过了，整个地下室都找遍了。
马景茂，清点人数，你立马带人封锁所有出口。是，给我来。清晨水，清晨水，李玲说你又去医院的地下魔窟了，是不是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你人又不在医院，我很怕日本人起疑心呢。现在不用担心了。好了好了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担心我。我确实是去了地下魔窟，不过中途出了点意外，你差点就见不着我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倒是快说呀！失踪了2名负责焚尸的工作人员。医院地下室的细菌实验是大日本帝国的绝密计划，这关乎到大日本帝国在国际上的声誉。如今发生了这种让人不能容忍的事情，如果不调查清楚，让事情暴露，就是你我剖腹谢罪，也无法挽回大日本帝国的颜面。将军，失踪的是2名在焚尸间工作的军医，他们都是由医院负责管理的。混账！你是在指责我管理不善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参加这次实验的军医，都是我亲手从大日本帝国学校精选细挑出来的优等生。现在事情已经表明，正是由于你的保安工作的不力，才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。这个计划的保密程度，你是知道的。将军，请放心，整个桃花镇没有皇军的许可，连苍蝇蚊子都不可能飞出去。我一定以最短的时间查清失踪人的下落。你说用点穴的方法来阻止药力快速渗透，这个主意不错，不愧是学医的。哎，不过你藏起的那名军医，我觉得他们迟早会发现的。不过这次逃出来实在是太惊险了，他们给我注射了药物，而且差点把我扔进了焚尸炉里。你想想看，我从那么多日本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就这么逃出来了，你说我命有多好？可是比起我来，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要捣毁这个地下魔窟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。报告，有3个军医尸体被焚烧。怎么是3具？真是不可思议！就这么一点病菌的威力，就死了3个严密防护的人，谁干的？不知道。你们按照我的指示，在送入焚尸炉前，都注射麻醉剂了吧？是的。滚！我刚才看到藤村怒气冲冲的，是不是出事了？你没事吧？说来话长，鬼子的病菌已经在地下扩散开来了，死了好几个人。我能从地下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根据绝密情报，长期隐藏的身份不是军人，是百姓，那是肯定是日本人。那这么说，野夫肯定不是了。那要不然就是医院里的什么其他人，或者是镇上的其他日本人。我觉得长崎跟这些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是撇不开关系的。
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发起者。哎，根据你在地下实验室看到的情况，他们研究的病菌已经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了吗？威力巨大，光是病毒的培养液就能够腐蚀防化服。如果制成了炸弹或者通过什么其他方式传播的话，那威力将会更加巨大。而且我们的军民毫无防护，到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研制成炸弹之前，摧毁所有的病菌。可是就凭我们2、3个人的力量，怎么做得到啊？那你们的人呢？如果他们愿意干的话，将会救出更多的老百姓。如果是这样，我愿意把我议事堂所有的家底全部都捐出来。你有这种精神是可贵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但愿意捐出我所有的家底，我更愿意把我的命捐给你们的党。以前我总是觉得，如果拥有了金条，就拥有了一切，所以我渴望着能够赚到无数的金条。可后来，我发现金条再多，也换取不了生命。不过直到今天，我才深深地体会到，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就是信仰。如果能在信仰的感召下去战斗，即便是我丢掉性命，我也会觉得无比的光荣。那我能不能加入你们的党啊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，不过最后还是要通过上级的审查批准。那你觉得我合适吗？我个人认为合适。又出了一起事故，原因是容器破裂。将军，我们的细菌培养已经越来越成熟了，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载体，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啊。我们已经实验了多种可食用性的金属材料，都无法承受它们的腐蚀。没有材料可以承受住金枪鱼的腐蚀。亏你还是帝国的高级军人。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用什么盛放金枪鱼的？用那些易碎的培养皿。我懂了，您找人赶制了特种的瓷器，用来制作细菌炸弹的载体，既防腐蚀，又坚固，一旦碰撞，还可以碎裂。我们要用这些瓷器和细菌，把中国人统统消灭。消灭中国人？来，哦，对了，我在地下发现了很多的陶瓷制品，还有很多工艺品。我看那样子不像是什么收藏品，肯定是另有图谋的。就像你所说的，
病毒的原液腐蚀性极强，几乎可以腐蚀掉所有类型的常规单体。真没想到，小鬼子这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这些人还真是够残忍的，而且他们当中不乏残忍毒杀分子。怪不得藤村搞什么桃子鉴赏会。这下我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只有尽可能的赶在小鬼子使用细菌武器以前，把他们都销毁。我已经联系了游击队，他们会配合支援我们。好。钱带来了吗？说好的价格怎么只有这些啊？我只有这么多了，你先拿着吧。你要的这个东西太蹊跷了，就为了这么点东西，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周折。你们干革命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，如果不是大乘分经营，谁干呢？你要说你没钱，我可不信。你真的是想错了，我们干革命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，绝对不是为了钱。我不希望看到日本人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。你们干革命真的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？真的。谢谢。我在认识李玲之前，过着颓废的生活。虽然说衣着光鲜，受人尊重，但我的心是空的。其实是我自己害了我的家人。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，每天就这么活着。可是当我认识李玲之后，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好像变了，变得有目标了。哎，你们共产党人是不是都这么办事的？敌后的斗争就是这个样子呀。要是做什么事情都一惊一乍的，我们还做不做事了？李玲很美，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比林依依有美。但是她们两种美是不同的。李玲的那种美，我想也许就是共产党的美好，共产主义的美好。人必须要有信仰，有了信仰，你才会有力量。而共产党的美好就在于像李玲这样的人，宁愿为了国家而牺牲自我。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那你觉得我合适吗？合适。而我也想成为李玲这样的人，也想成为组织的一份子。
有什么新发现吗？除了我军和遥远的信号外，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信号。10点换岗，现在怎么就开回来了？没办法，机器不能总开着，所以……混蛋！渎职！战争中渎职是什么罪？知道吗？愣着干嘛？快去调查！是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承蒙不弃，愿为这一切付出我的一生。太监，辛苦了。慢点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是李护士啊！哎，李护士，只要你交代，你的上级在哪里，你进存荣医院的目的是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折磨你的。秦时光啊，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，你还是中国人吗？哦，对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替日本人效力，你简直就是恶魔的帮凶！你个臭娘们儿，你连皇军你也敢骂？好，你有骨气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尝一尝电椅的滋味！说，你什么目的？说不说？抢我金神水！皇军，喂，喂，是镜子小姐吗？盛雪君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李玲护士被保安处给抓走了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李玲姑娘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哎呀，镜子小姐，这完全是保安处的误会啊！李玲护士她怎么可能是间谍呢？
不清，我想见李林护士一面。啊，我试试看。好，那谢谢你了。他能醒吗？能醒，他刚才醒过一次。好。金先生，请。李玲，李玲，你醒醒！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你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见你。你在我眼里无非就是一个贪财的医生。我以前一直是在利用你。你说什么？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秀，你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女人？看在咱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赶紧向保安处讨饶，把该说明白的事情都说明白了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这样还能留条活命？你听懂没听懂啊？那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？组织者认为你符合发展的条件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其实你金山水，在我眼里和日本人的走狗也没什么区别。我李玲是绝对不会向走狗求饶的。你这是找死啊！你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你这不要脸呐！啊！你是个狗汉奸，赶紧滚，快滚！哎，金先生，你别生气。他既然什么都不说，那我们就处决这个破坏分子。秦处长，我现在恨不得亲手就毙了这个贱人！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当初怎么就会看上他了？你说，秦处长，我建议举办一次公审大会，以正视听。哎，你这个建议好，我向野副局长去汇报，就由你来执行。哎呀，到时候啊，你就又可以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了。不是，秦处长，我刚才是瞎说的，我哪有那个胆儿敢亲手开枪杀人？就这么定了。哼，狗汉奸，滚，快滚！局长，我有个建议，让金深水去执行任务。
这个主意好。把他松开。我是李玲的战友，我要见你们高队长。我是高队长，你是谁？我是存仁医院的金深水。李玲被鬼子给抓了，明天就要处决了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营救她才行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骗我们的呀？你要证明我真的没有啊！不过我已经入党了，我是在刑讯室入的党，李玲就是我的介绍人。同志，请你相信我。没有不相信你。继续说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记得都忘了，这个是李玲同志让我交给你们的手绘地下魔窟图。哎呀，金先生，这个地图对我们太重要了。你还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？现在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。日本人现在已经研制出了部分的细菌炸弹，而且还有很多携带细菌病毒的动物。这些炸弹都是由日军亲自开审的，而且极易引爆。如果我们从正面去营救李玲的话，就要强攻保安处，会殃及到附近的医院。一旦发生了爆炸，里面的细菌和动物就会造成方圆几百公里以内的人畜死亡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骨干老戴，这是小杨，燕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。哦，是吗？在学校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，而且对细菌很有研究。据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，日军在细菌战术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。他们的细菌战术主要分为3个途径进行传播。第一种传播途径就是将细菌病毒注入人体，让人体成为携带者和传播源。队长，如果是采取这样的方式，那敌人很有可能把细菌注入水源，这样一来，很快就会发生大面积感染，人和牲畜都不能避免啊。没错，鬼子还有第2种传播途径，他们就是将细菌病毒放置在动植物和食物上面，利用炮弹进行发射。不过这种方法尚在实验阶段，它的传播威力还并不明朗。还有第3种方法，就是他们利用飞机直接携带细菌病毒炸弹进行轰炸。这种方法威力巨大，不过日本人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难题，就是他们无法估计细菌的存活力。他们现在所谓的“金枪鱼计划”，其实就是在研究细菌的存活。如果利用最方便的空投，很有可能会被敌人的高炮击中，误伤自己的可能性极大。如果利用高空空投，还会面临着跳蚤窒息等等问题。队长，那咱们得赶进行动啊！一旦敌人的细菌技术成熟，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就是我发现鬼子储存了非常多的陶瓷材料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明白这些陶瓷材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。不过现在可以确定，他们就是用它来制造炸弹，防止炸弹被腐蚀。还希望高队长务必向组织上汇报这一重要情况。金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这个消息传达到位。好。可是咱们如何营救李玲啊？哦，对了，我正要和各位商量这个事情。日本人的勾当是见不得光的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，必须要打乱他们的安排，为营救李玲创造必要的条件。我倒是有个计划，不过希望游击队的各位能够协助我。金先生，说。局长，公审就免了，容易出岔子。秘密处决，行刑人选不变，还是金深水。是。金先生，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下明天的事情。你的提议非常好，我已经跟野夫先生已经建议过了。啊？我说是我自己的建议。公审呢，咱们就不搞了，反正李玲已经是死刑犯了嘛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过你要亲手杀了他吗？正好你在太君面前呢，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。不，呀，我那
那是一时冲动，胡言乱语。我跟你说，金先生，在日本，只有武士才能获得对犯人行刑的殊荣。你是咱们区的优秀人员，是模范。我回头跟谭军多美言几句，到时候你这一枪打出去，那可就是立了头等大功啊！秦处长，我哪有那么大胆呢？我不敢杀人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队长，难道咱们真要劫法场？唉，空审计划失败了，敌人叫金生水明天亲自行刑。这个畜生，一定要让我们自相残杀。金生水说了，只要他不挥动左臂，就代表安全。一旦挥动，我们立刻行动。上级指示，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李林同志。你爱这个女人？局长大人，您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就她这样的，谁能看得上？我无非就跟她玩玩而已。这个女人有罪，有罪就要受到惩罚。她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开始吧。不会开枪。我数3个数，如果你不动手的话，那只有看着他死在别人的枪下了。高队长，快行动吧！难道看自己的同志被杀吗？是啊，高队长，别着急，我相信金生水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他还有什么办法呀？人都要被枪决了呀！是啊，队长，服从组织纪律。你可是模范区的明星式人物，你的行为，明天报纸就会报道。多疯狂！局长大人，我金生水一向都是救人，我没杀过人呐。我真不会开枪。没关系，我来教你。先慢慢的瞄准，对，就像这样，手要拿稳，然后
手指抠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发现心脏长在右边，他们可能是怕我养不活吧。来吧，金深水同志，执行对我的枪决吧。1、2、3。队长，耐心点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人都死了，高队长还等什么呀？金深水他说过，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，他会伸出左臂向我们示意。现在看来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密切观察，千万不要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。好样的！报告，全员已死亡。这高日的小鬼子啊，那苦活累活全他妈让我们干了，自个儿成天吃香的喝辣的。这回要干你干吧，我不干了。你啥意思啊？我也不干了。嗨，你俩干嘛呢？赶紧起来干活呀！老大，太累了，干不动了，不干了。我也知道弟兄们最近累了，要不这样，晚上这顿我请行吗？高队长，他们现在就3个人，咱们要不要？不行，现在不知道敌人有没有埋伏，我们贸然出击，很可能适得其反，不但救不了李林同志，还会搭上更多同志的性命。这晦气不晦气？把你埋进去！啊，这可真够沉的啊！哎呦！行了，走，枪拿上啊！拿上了，走。哎，别赖啊，请喝酒。是啊，好吧，没问题。快！快点！快走！小心！急救包，快点！
醒过来了。伤口面积比较大，得赶紧手术，不然会感染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他秘密送进城里，交给金生水，让他来治疗。什么？还要再回家？没办法，我也知道很难，但是必须得进去找他。那就赶紧吧，咱们赶紧走，好吧？走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